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由于周末啊，周五、周六、周日啊3天我去北大湖滑雪，所以呢停更了3天。然后我们回到行情当中来，首先看道琼斯工业指数。那道指呢在周五的表现非常完美啊，这个完美呢是因为我们预测出来了，它要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的原因我也给到了，就是因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线，分别由红色线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啊，在这个支撑位上，由于美国行情虽然要强烈加息，但是加息幅度是趋缓的，所以呢，这个位置上有一定的反弹。我们看到了，目前在反弹过程当中啊，已经长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就有可能回到前面行情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且呢，在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啊，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最终呢，在这个结构当中形成一个假跌破之后，重新回到上涨趋势当中来，这会对比特币带来非常强烈的利好。回到比特币当中，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大家非常担心这个位置上会不会跌下来。那么在美股调整之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轮次的下跌。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乎跌破了2月15日这根阳线。但是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在日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阳线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1月20日，这根阳线呢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上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可以称为是八戒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这些妖怪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判断。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仍然认为是处在一个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那我们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几何结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变盘，假突破后假冲刺上涨的过程当中，遇到$25,000形成了一个平头哥，这个平头哥构成的阻力非常难以突破同时伴随美股的调整，比特币也经历了一些调整，但目前来看，比特币和美股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背离。那在这个背离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股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出现了反弹，但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任何动作在下跌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反弹动作。但是这个位置我认为仍然处在一个支撑位上，这条支撑线是由在行情第二轮上涨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线，同时上方我认为它的一个结构也已经走了出来，连接最多的波峰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角度更窄的、震荡时间更长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如果美股出现继续的接力式的反弹，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只要不跌破这个$22,000，还是容易出现继续的上涨行情。那么从日线级别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位于$19,500形成的去年6到12月份一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以1月20日这根标志性的阳线作为代表性的阳线，悟空阳线，那么上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悟空阳线走出来了，正在走八戒阳线组，虽然非常多的震荡，但这些震荡完成之后，我认为到达$28,000形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目前多头在$22,000以上完全不必过度担心因为我们看到美股已经在强势反弹，比特币迟早会跟上来。还是要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对代表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涨速。以太坊的涨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21年5月份这里面形成了波峰连线，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在延长线的这个部分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正是在比值0.067这个位置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受到支撑之后，就容易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正走在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走出唐僧阳线，目标位是在0.07。回到以太坊 ETH 对 USDT 上来，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箱体结构依旧存在。这个箱体结构呢，我认为所有的箱体结构只是三角形结构的一个中间部分
啊，所以呢，它目前的这个结构没有完全走完，同时前面行情当中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正在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震荡完成之后啊，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同步了比特币正在走8阶阳线啊，前面这根阳线是悟空阳线，走的非常独立，独立之后8阶阳线目前正在行走过程当中，没有跌破这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目前是8阶阳线，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为$2000。那在整个2月，很多山寨，包括一些次主流，都出现了一定的回踩和回调，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CFX， 包括了减产币种 LTC，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动作。然后我们回到 CFX 这个上来，因为这是我们最近一轮行情当中重点关注的币种，在它的上涨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由悟空阳线8阶阳线组啊，看一下这个8阶阳线组啊，它是由8阶的主阳线和后面2个干扰性的 K 线，也叫腰丸 K 线。这2根干扰性 K 线呢，非常容易在细节上，很多人认为是一个 M 型顶，特别是把它打到4.2级别，可能会看到一个左高右低的一个 M 型顶。但是呢，干扰之后，我们看到它仅仅是日线级别的一个8阶阳线，也就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8阶阳线走了之后，走沙层阳线和唐层阳线，最终呢顶到了0.3669。啊，这个位置上之后呢，完整的形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说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道理，所以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可能走什么呢？走小日线级别调整或者4小时级别调整，甚至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啊，它的调整时间级别就是日线级别，所以呢，它的调整幅度非常的强烈啊，这个调整幅度呢已经超过了50%啊，达到54%左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轮上涨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一轮调整，调整幅度也非常大啊，达到42%。那么第二轮它的调整是伴随了比特币的啊，是伴随了比特币的。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会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动作。那在这个细节的调整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收敛三角形。那在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当中啊。这个调整过程啊，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有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层阴线和唐层阴线构成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啊，它的一个下跌过程刚好打到了4小时级别的黄色支撑。这条黄色支撑呢，不是我画出来的，是系统里给的啊，但是是我设置的，就是我们常提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啊，我们可以反看一下美股，美股在这个红色位置上，我画的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这2条均线呢几乎是一个神奇线啊，所以呢，在 CFX 这个行走过程当中来看啊，它的回调正好打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上，同时呢，它做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这2个东西呢，是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2个关键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叫西游战法，西游战法呢就讲的是这几个人物啊，把 K 线模拟成了几个人物啊，悟空、8阶、沙僧、唐僧，模拟成这几个人物之后呢，你会非常简单的理解 K 线是什么原理。那么第二部分呢讲的是4项战法，那当前所遇到的这个结构就是4项战法当中比较高阶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结构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变盘的区域啊，这个位置可以画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搞这个 K 线呢，它是一个哲学，它不完全是数学啊，哲学和几何学你都可以理解一下啊，然后打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呢，均线系统构成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还是有机会重新拉升上去的啊，特别是对于香港板块 CFX 国产公链龙头的 CFX 来说，这个位置是有机会拉升的。我们看啊，它的第一个阶段回踩之后，正好也是达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169均线，然后对这个均线系统发动了突破。构成了刚才我们提到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怎么看呢？首先还要把这个时间级别再次调低一个时间级别，调整到小线级别上之后，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位置上虽然发动了反弹，但是上方持久的压力线还在啊。前几天啊，也就是在3月1号，我还没有停更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尝试发动突破，但是没有成功。那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如果能够突破0.22美金，站上小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压力位，就有可能发动一轮突破，并且呢，我认为强势币种呢，它的上涨结构会总出现非常雷同、非常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本轮行情它如果能够出现上涨，还是容易出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但是，所有的理论都以现实为前提，对吧？它如果发生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首先第一要点是要站上144、169，这个均线呢是小线级别的站上这两条均线构成了压力之后达到0.22以上之后，才容易出现新的一轮上涨。而新的一轮上涨呢，我在调整时间周期，也就是说把它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对于 CFX 这种国产公链、香港板块龙头币种来说，我认为它会可能走出一轮最终的周线级别上涨，到达我们之前就给出的目标位0.70美金附近所以呢，对于现货来说，耐心持有；对于多头或者空头的合约来说小心一些仓位小一点仓位把这个仓位降一些降下来之后你的心态会平和，更容易获得去上的利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